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混天帝大手一挥，一道璀璨的血光射进大地之中，无数的血芒从血光落地之处蔓延开，那一条条血线就仿佛是中州的血脉一般。萧炎惊讶地望着这一幕，身处天空的他清晰地看见那些血线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将整个中州包裹住。中州大地突然开始剧烈的颤抖，一道道数以万丈庞大的血光从各处爆冲天际。这些血光升起的地方，就是魂族布置噬灵绝生阵的地方。朱坤脸色陡然一变，将这大阵布置的方位连起来，居然也是一个阵法。血光笼罩着中州，光柱化为一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诡异大阵。混天帝目光诡异，此阵乃是他魂族第一位斗帝强者所传，其名斩地阵。远古时可是真的有斗帝强者陨落在此阵中。萧炎从那被血光萦绕的诡异阵法中感受到了一丝危险。布置这个大阵需要极其繁琐的准备，而凡事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魂族能够延续至今的缘故。混天帝袖袍一挥，如同潮水般的血液从裂缝中暴涌，最后尽数灌进斩地阵中。混天帝以千万亿民之血催动此阵，伴随着滔天血海涌进大阵，阵法中突然闪烁起诡异的光泽，血光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化为一柄弥漫着无尽血腥味道的巨大透明血刃。血刃极其诡异，它并没有刀柄，其上血光萦绕，仿佛就连天地都能够被它一削而断。血刃浮现时，天空上的耀日也暗淡了下来，天地逐渐暗沉。混天帝陡然一喝：“魂族之人听令，以身继刃！”远处的魂族大军中顿时传出一阵骚动，而后上千名魂族强者咬着牙飞了过来。混天帝手印一变，血刃一闪，数千丈之外的魂族强者头如离体飞出，鲜血喷涌间，他们的身体迅速枯萎，最后化为粉末消散在天地间。而血刃在吸收了那些魂族强者的血液后越发危险。萧炎结束了。混天帝目光狂热地看着血刃，而后他一口精血洒落在血刃之上。萧炎听到血刃上传出的刀鸣声，心头的危险感越发浓郁。古元认出那是传说中的斩地鬼血刃后，脸色瞬间苍白。他在古族的祖籍上看到过不少关于这个血刃的记载，这东西曾经真的斩杀过斗帝强者，没想到数万年之后，他居然还能亲眼见到这传说中的凶器。古元的拳头紧握，脸色惨白。糟了！萧炎深吸一口气，这一次他若是接不下的话，怕是就得真正的陨落了。不过混天帝有准备，他同样也有。萧炎手印骤变，而后嘴巴一张，璀璨的绚丽光芒爆射，最后迎风暴涨，异火广场悬浮天空。萧炎出现在广场上空，他眉心处的绚丽火焰剧烈跳动，一股无法形容的意念波动自火印中传出，最后在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下传遍了整个斗气大陆。吾以炎帝萧炎之名，斥天下万火，听本帝号令。绚丽的火焰自萧炎体内暴涌，充满了威压的喝声在整个斗气大陆响起。异火榜第23，玄黄炎归位。伴随着这道喝声落下，离中州数十万里的一座深山中突然传出响亮的爆炸声，一道深黄色的火焰喷出，最后宛如流星般划过天际，瞬间便出现在中州上，直接投入了异火广场上的一道石柱中。石柱上升腾的玄黄炎陡然大涨，化为一根火柱冲天而起。异火榜第22，万兽灵火归位。无数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壮观的一幕，伴随着萧炎每一次的喝声响起，便会有一道异火从遥远处破空而来，最后听从他的号令进入石柱中，那样子就仿佛萧炎化为火焰中的帝王一般，手指之处莫敢不从。异火榜第7，九幽金族火归位。只见下方的严禁身体陡然一颤，金色火焰便不受他控制的破体而出，掠进石柱。接下来的几道异火虽说都有主人，但也全都轻易的就撤离了身体，射进石柱之中。异火榜第3，净莲妖火归位。小一从萧炎体内掠出，射进石柱之中，一道粉色火柱直冲云霄。此刻异火广场上已经有了21道异火火柱，声势相当的惊天动地。混天帝在感到无比震撼的同时，隐隐有些不安。这时萧炎的目光转向混天帝，他手印一变，异火榜第2，虚无吞炎归位。
混天帝体内猛地一震，被他吞噬不久的虚无吞炎居然再度有了复苏的迹象。混天帝心中有些惊惧，他能感觉到，若是真的让萧炎将所有异火凑齐，到时候他发动的攻击必然足以将自己击溃，所以绝不能让虚无吞炎被萧炎召唤出去。想到这里，混天帝急忙抵御来自萧炎体内的那股召唤之力，感受到来自混天帝体内的波动，萧炎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他没想到混天帝竟然将虚无吞炎给吞了，果然是心狠手辣。萧炎陡然大喝：虚无吞炎，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一股黑色火焰猛地从混天帝身上破体而出，最后在斗气广场上化为一道人影。虚无吞炎现身后，目光狰狞地看向混天帝。混天帝想要吞了他，那他就是死也要拉混天帝做垫背。虚无吞炎在混天帝铁青的目光中，一头冲进最后一根石柱，一道黑色火柱冲天而起，22道火柱缓缓偏移，最后尽数在半空中凝聚，火焰交融处凝聚出一柄颜色绚丽的骨齿。当看到那柄通体缭绕着绚丽火焰的骨齿时，古元等人眼瞳陡然一缩，这竟然是异火横骨齿。竹坤呆呆地望着这一幕，传说中只存在远古中的神秘之物异火横骨齿居然是这么出现的。混天帝一脸骇然，他凄厉的暴喝声响起：再继血刃！魂族大军中一阵骚动，最后竟然没有多少人飞身而出。混天帝眼中戾气一闪，他手臂挥动，血刃划破虚空，直接冲进魂族大军之中。无数人头飞起，几个眨眼间，魂族大军便只剩下10之7、8。吸收了如此多强者的鲜血后，血刃之上仿佛长出了一对血色双眼一般，透着无尽的寒意和煞气。萧炎看着这一幕，不屑地说：混天帝连对自己族人都下这般毒手，畜生2字果然配他。混天帝仰天狂笑：成王败寇，不讲过程。今日他若是赢了，他日的臭名自然有萧炎背负。混天帝再度喷出一口金血，他一把抓上血刃，割破手掌，任由血刃将手掌上的鲜血尽数吞噬。死吧！披头散发的混天帝一脚横跨虚空，他身形直接出现在异火广场上，手中的血刃陡然膨胀，血刃化为血芒，洞穿虚空，爆射向萧炎。萧炎手掌一抓，异火横骨齿落入他的手中，绚丽的火焰骨齿带着无尽可怕的力量，狠狠地劈在血芒上。可怕的风暴自天空上疯狂席卷，天府联盟的防御罩瞬间被撕裂，所有人都被震飞了数千丈，而星界所在地连同着那块陨石都爆成了粉末，就连天空上悬浮着的异火广场都被冲撞落地，砸出了一个约莫10万里庞大的深渊。还有能力飞行的人都迅速出现在深渊周围的天空。这一次是萧炎和混天帝的亲历之战，胜负也将会在此出现。异火广场上，2道浑身鲜血的狼狈身影正挣扎着爬起身，他们2人的斗帝之身也都在先前的剧烈大战中破解了。混天帝摇晃着身体腾空而起，一股股虚弱从他体内传出，他狰狞又不甘地望着下方的萧炎。即便今日萧炎能够赢他，但却无法杀他，等他日后恢复了，必要萧炎付出血一般的代价。萧炎的脸色苍白如纸，今日说什么他都绝对不会放虎归山，不然日后大陆的浩劫终不会结束。萧炎抹去嘴角的血迹，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异火广场缓缓升空，而萧炎的体内突然涌现绚丽的火芒，广场突然颤抖起来，在广场中心的位置居然又升腾起一道颜色绚丽的石柱。见到萧炎竟然要自燃斗帝之体，混天帝顿时惊骇失色。若是将斗帝之体自燃，至少要数百年的时间，甚至更久，才能够再度修炼出肉身，甚至有时候还无法再度修炼成功。萧炎平淡一笑，他身体上的火焰越来越浓郁。地面上的人见到萧炎这般举动，全都跪下喊着炎帝大义。我身化异火，封印你千载万世。混天帝，大陆的浩劫就此结束吧。萧炎的身体彻底化为一条绚丽的火焰，异火广场上其他的异火都发出了低低的嗡鸣声，仿佛是见到了帝王的臣子一般。火焰成型后掠进最后一根石柱，23道火柱齐聚，直接在异火广场上形成一道异常玄奥的阵法。混天帝脸色煞白，感觉到死亡气息的他急忙暴退。
但他的身形刚退，巨大的异火广场就直接出现在他下方。玄奥的阵法一扫，就将魂天帝吸入其中，重重火线缠绕在魂天帝的身体上。很快，他的身体就在火线的缠绕下飞快融化，最后化为一团灵魂光团。我魂族千年筹划，尽败你手，萧炎，我不甘心，不甘心啊！魂天帝凄厉的咆哮声响彻了整片天地，他的灵魂光团被火线化为的茧包裹住，最后没入广场深处。一道道玄奥的火纹宛如封印般将整个广场包裹住。望着被镇压在异火广场中的火茧，无数人的身体都忍不住颤抖起来。这半年多来宛如末日般的绝望，终于在今日得以解脱。古元等人对视一眼，忍不住大笑出声。一旁的薰儿和彩铃就像疯了一样，急忙飞向异火广场。他们两人到达广场后，目光立刻凝固在中央位置的一根绚丽火柱上。见到萧炎并没有在那里，他们两人如遭雷击，俏脸惨无人色，眼泪立刻就流了出来。就在他们悲伤欲绝时，一道虚弱的咳嗽声突然响起，火柱上的火芒涌动，萧炎略微有些虚幻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萧炎安慰他们，自己只是将肉体毁了，以后再修炼一个就行了。薰儿和彩铃飞扑过去，狠狠地撞进他的怀中。两人哭泣间，让萧炎下次不要再去做英雄了。萧炎轻叹一声，笑着点头，这也是最后一次了。说话时，萧炎看了一眼异火广场的中心，魂天帝的灵魂被封印在那里，慢慢的也会被异火炼化。望着被摧残的千疮百孔的中州，萧炎微微一笑，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从他灵魂深处蔓延。终于可以休息了。萧炎抱着薰儿两人，缓缓闭上双眼。这么多年，为了各种理由，他一直在努力着。好在最后取得的成绩也挺不错的。先祖萧玄，您未完成的事，我替您做到了。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后面还有一集萧炎成帝后的幸福生活，我们下集再见，拜拜。